近30天是赚了 9.45%， 大家可以看一下，近7天是赚了 0.86%， 近90天是赚了 53.84% 啊，实际是赚了 54% 的啊。OK，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持仓应该怎么处理啊？英伟达的成交了啊，英伟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 put 成交了啊，还好我是挂的这个9月18日的啊，8月28日的我一分析呢，其实那个合约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时间价值占比不超过 20%， 但是呢，它到期时间太短了，我是有一点拿不定啊，所以说我宁愿去买时间价值长一点、时间价值多一点，然后时间长一点的合约啊。这是英伟达8月28日做了啊，那个 3.45 卖出去的10张啊，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卖出去的10张的话，我们再去做它的熊市价差啊，去做一个2块钱左右的买扣啊，2块钱左右的买扣，237.5的话是2块钱左右，但是呢，它的流动性一般啊，我们就去买这个240的扣就行了啊，买这个240的扣。OK， 成交了啊，这是我们的英伟达做的这个熊市价差啊，这个是英伟达的熊市价差。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英伟达财报公布前啊，格雷子老师做的一个准备，因为我觉得英伟达已经出现了顶部结构，它的财报大概率就是它的 K 线其实已经提前体现了它的财报啊，它的财报不管是那个公布之后是利好还是利空，到时候股价可能都要往下跌啊，往下跌。这个是格雷子老师在这么多年的一个期权交易过程中啊总结的一些经验啊，这是一个熊市价差啊，熊市价差。卖的是8月28日的230的扣，买的是8月28日240的扣啊，卖的是一个贵的，买的是一个便宜的啊。这个8月21日的我觉得也可以加仓一下啊，0点算了，因为这个合约我们是一直是在赚钱的啊，赚钱的就不管它了。这个呢其实是我之前做的一个熊市价差，之前做的卖的是230的扣，买的是255的扣啊，这个标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为了防止这个，因为只有68块钱了啊，我为了防止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发生，什么叫极端的黑天鹅？万一它本周涨到了250。对吧？那我这个230的扣就要亏大钱，是不是？然后现在我赚它最多也是赚66块钱，所以我就把它平掉就行了啊，平掉就可以了啊。大家能明白吧？就是能够把极端的风险提前给它掐死在摇篮里面啊。那这里面的这个熊市价差就非常清楚了。之前做的8月21日到期的10对的啊，如果它这一周暴涨，那我这个255的这个买扣还有可能那个麻雀变凤凰，对吧？产生奇迹发生，对吧？从0.03，比如说涨到3块钱，涨到300。翻100倍啊！买方嘛，反正你亏最多就亏30块，但是赚的话呢，万一呢，是不是？而且我们还买了他的put 单，就是买了他的空单，所以说这个买方我就给他留着。大家知道格雷老师的这个用意吗？我的熊市价差，我的卖方赚了钱的卖方我就给他平掉，因为为什么呢？卖方的亏损是无限的，我要把这个苗头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啊，把黑天鹅扼杀在摇篮里面啊。先看一下英伟达。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日 K 线，日 K 线大家可以看一下，顶部结构是格雷老师昨天讲过是得 0.5 分，对吧？下跌趋势是得1分，对吧？这是毫无疑问的吧？这是客观事实啊。然后这个周线的顶部结构也是得 0.5 分，下跌趋势是不得分啊。所以说它的日线和周线加起来大概就是2分到 2.5 分，对吧？为什么 2.5 分？因为日线这个顶部结构你可以打 0.5 分，也可以打1分啊。月线的话，这个是属于高位震荡啊，所以你可以给它打 0.5 分，也可以给它不打分啊。因为月线是上涨趋势啊，我们看一下季线，看一下年线，年线和季线和年线都是上涨趋势啊，所以说这个标的在它发财报之前，我可以明确的讲，它大概率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格雷子老师这个体系可以分析出来，它做多的理由和做空的理由都没有特别充分。大家都知道的，格雷子老师如果要做空的话，我一定是它的这个顶部结构啊、下跌趋势啊，它加起来得分偏高，对吧？如果我做多的话，你比如说像那个高通，那我一定是要它的底部结构啊、上涨趋势啊，得分相对来说比较高。那目前的话，英伟达在它发布财报这么重大的事情之前，它的这个做空得分和做多得分都不高的情况下，那它大概率就是一个震荡。那刚好它只要震荡到24号、25号，尤其是25号啊，震荡到25号，我就开始去布局它的双买策略了啊，它布局它的双买策略。然后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是下周布局双买策略的话，8月24日是下周一，对吧？那我们就可以买8月28日的啊。8月28日的话，我们假设它到时候收盘就收在哪里呢？收在217.5。这个买方是多少钱？成本价我们就算7块钱一张啊，就是700块钱一张，就是14块钱。14块钱大家可以去算一下，英伟达要涨跌多少？肯定是不需要10%吧，对吧？肯定是不需要10%，对不对？啊，这是8月28日的。如果你选8月31日的呢，也是14块钱左右。而且8月31日的话，时间价值更长，就是它的容错性更高啊。就是如果我们把它单纯理解为一个买方策略的话，好吧，大家能不能理解啊？
所以说格雷兹老师现在的持仓是以他最近的这个走势为基准，他最近是一个下跌趋势，比上涨趋势要得分要高的，但是只高了一点点，所以我现在是先用英伟达的这个已经走出来的客观走势去赚一点钱，就是以卖养买的这个基础策略啊。我们的实战班的学员啊，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讲了一句以卖养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买方只有一张，对吧？然后其他的几张都是就是买 put 买 call 啊，都是很久以前。我最近配置的啊是这一张9月18日的，然后最近主要配置的是这个熊市价差，是因为它的下跌的趋势比上涨的趋势要得分要高。然后这个熊市价差呢赚了多少钱？赚了700多块钱。然后这个买方也赚了300块钱，就是我已经赚了1000块钱啊，已经赚了1000块钱。然后这英伟达的合计持仓呢是赚了4000多块钱。那我这个4000多块钱，我是不是可以在它的财报公布前我去做它的买方？如果我这个4000多块钱全部亏了，如果我是做单方向全部亏了，那我也只亏4000多块钱。如果是做双方向，就做双买，我也不会全部亏，对不对？先在它财报公布前，根据你的强大的这个理论逻辑和实战技巧，判断出来它大概率要走什么样的走势，就用对应的期权策略。大家都知道啊，期权它有一个基础的定义叫什么？期权是你的那个知识积累变现最有效的工具。为什么这句话能够这么说？因为期权跟股票最大的一个点就不一样，就是比如说股票，你认为它现在是要缓慢向下跌，你应该用什么策略？你可能是观望啊，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策略，是不是？对不对？如果你认为股票是要暴跌，你用什么策略？如果你认为股票是要横盘，你用什么策略？都很难找到对应的股票策略。但是只要你有这个观点，你认为英伟达，假设我们以英伟达为例，它会逐步下跌，那我可以去做熊市价差。你认为它要暴跌，我直接去买 put； 你认为它要横盘，我直接去做双卖，或者说去做铁鹰策略。大家发现没有？这是不是你的观点对应的，就把它做成策略出来了？而且这个策略只要你的观点对，你这个策略肯定能赚钱，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期权的这个优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期权是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变现最有效的工具啊。所以说格雷兹老师在这个期权市场积累了这么久，不断的用我的经验的变现，所以英伟达就是我变现的工具之一。我通过它在财报前，他要发布财报的时候，他走出来这样一个走势，所以我就用偏空的熊市价差加合成空头买 put 或者卖 call 去做空它，然后赚了钱之后，在它还没有正式公布财报之前去埋伏可能会有的那个机会，然后一再买中，那我的收益就会变成了一个以小博大的一个高收益。如果没博中，那我的亏损也是有限。大家发现没有？是不是变成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工具了？是不是？